欢迎来到 MS Teams 使用指南，我是 David。本期视频中我们会简单的演示 Microsoft Teams 中的部分常用功能，以帮助各位快速的上手这款办公软件。本视频的目标观众是 UBC CISA 的成员，但绝大部分操作也适用于其他组织。现在我们正式开始，视频会涵盖以下内容。首先是频道 Channel 的概念，在频道中你可以发布消息，在这里发布的消息是频道中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访问的。类似论坛，你可以回复任意一条消息或对其做出反应。如果点击一条消息的发布者，则可以与其开始聊天。聊天是相较于在频道中发布消息更加私密的沟通方式，类似于其他聊天平台，你可以在这里展开私聊或者群聊。点击右上角的图标即可将其他人添加进私聊以创建群聊。这里我创建了一个有 Kelly 和 Celine 的群聊。可以发现 David 和 Celine 都以名称显示，而 Kelly 只显示了学生邮箱地址。这是因为 UBC 的隐私策略限制自由更改显示名称，这就意味着所有以 @student.ubc.ca 登录的职位都将以邮箱地址作为显示名，而使用 @ubc.ca 或 @mail.ubc.ca 登录的 UBC 员工，例如这里演示的 Celine 和 David， 则会以名称作为显示名。出于同样的所谓隐私策略，在聊天区域中交换的聊天消息会在90天后删除。因此，如果是需要保存的消息，必须要发送在频道或以文档形式保存。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个设定，但这就是 UBC 的隐私策略。无论是在频道还是聊天中发布消息，你都可以使用 Teams 提供的副文本编辑器。点击文本框下方的第一个按钮即可进入副文本编辑器。在副文本编辑器中，你可以对你的消息进行样式上的更改，添加标题、加粗、颜色、高亮、删除线、下划线、引用、文稿、表格、提示等等。已经发送的消息也可以被删除或修改，各位可以自行探索。Teams 的一大优势是提供无限时长的视频会议，因此可以代替免费版本仅仅提供40分钟会议时长的 Zoom。在 Teams 的日历视图中，点击右上角的 New Meeting， 可以安排一个发生在指定时间的会议。你可以在这个界面调整会议设置以及邀请参会人员。同样的，在频道或聊天中，你也可以通过点击右上角的 Meet 来直接开始会议。主持人在会议中可以通过分享按钮来分享文档或者屏幕。在分享的图中，可以使用演讲工具对演示文稿进行标注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演示文稿翻译成另一种语言。Teams 中的 Office 组件会在尽量保证格式的情况下翻译文档。你也可以使用会议软件中常见的反应和聊天功能。这里的聊天会创建一个包含所有参会者的群聊，在会议结束后仍然可以作为普通群聊使用。你可以开启文字转录功能，注意要设置文字转录的语言，也可以开启实时字幕功能。开始录制后，文字转录的内容和会议都会被录制下来。结束会议后，你可以在会议发生的频道中找到会议录像，会议录像会被储存到开始录制的用户的 OneDrive 中。如需要公开访问，可将会议录像文件手动移动到频道的文件中。会议录像默认会在1年后过期，可以手动设置过期日期或去除过期日期。在视频设置中，可以调整封面、启用章节、评论、分析数据等功能。会议转录可以被下载并作为文档留作他用。UBC 为每个 team 都提供了25TB 的储存空间，每个用户则提供了1TB 的储存空间。在频道中点击 Files 便可以访问频道文件。我们以 UBC CISA 宣传部的活动记录文件夹为例，活动记录文件夹储存了 UBC CISA 所有的活动照片与视频，其对 UBC CISA 的所有成员开放。你可以在通用 General 频道找到分享链接。默认的文件视图是列表。如果是在访问大量媒体资源，你也许希望切换到带有预览的视图，点击右上角的 All Documents 即可在不同的视图间切换。Teams 的另一大优势是作为微软的办公软件，其继承了 WebOffice 套件，对微软生态的支持也较完善。默认情况下，点击文档会在 Teams 内打开。Teams 本身是浏览器套壳应用，因此这里调用的是 WebOffice。在 Teams 中，一次只能打开一个文档。如果希望同时打开多个文档，可以在设置中将 File Open Preference 切换为浏览器，这样点击文档则会在浏览器中打开，如同其他在线文档一样。可以在多个标签页中打开多个文档。如果你的电脑上也安装了 Microsoft Office 应用，
则可以将这个选项改为桌面应用，这样文档会直接在拥有最多功能的完整桌面应用中打开。你可以像任何本地文档一样对文档进行修改，所有的更改都会通过 OneDrive 实时同步到云上，因此你也可以与其他人一同在线编辑文档。同理，你也可以同时打开多个文档，一切都和在本地操作文档一样。Teams 中储存的文件可以以链接的形式在 Teams 内外进行分享。点击分享按钮就会看到分享窗口，可以看到直接点击 Copy Link 是无法获得链接的，这是因为你还没有与任何人分享。在分享窗口内输入你希望分享的用户，就可以创建分享链接或直接发送文件。注意，这里获得的分享链接仅仅可以被对此文件有访问权限的人，默认是频道中的成员和管理者使用。点击右上角的小齿轮，可以更改分享设定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设置谁可以访问文件。如果选择 People You Choose， 你创建的链接仅仅能被你指定分享的人访问。如果选择 People with Existing Access， 在此例子下，是我刚分享的人、频道中的成员和管理者访问。如果你选择 People in UBC， 则会创建一个能被所有使用 UBC email 登录的人访问的链接。UBC 不允许设置 Anyone。创建的链接可以在网页端打开。如果你在侧边栏点击 Files， 则可以访问储存在团队中的文件与你个人的文件。你也可以查看与你分享的文件。如果你对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有了解，也可以自由创建快捷链接或映射团队或你的个人文件到你的电脑，这里不深入展开。现在你已经对 MS Teams 有了初步的了解。如果你是新加入 UBC CISA 的成员，请导航至执委报道频道，并在对应的部门下完成报道。在报道时，请附上自己的全名，以方便他人识别。你也可以附上个人简介，使用副文本编辑器发送漂亮的消息。如果你希望在团队中私聊一位成员，但是不确定对方的用户名，请在上方的搜索栏中搜索对方的姓名。如果对方完成了报道，你就可以在此处搜索到对方。本视频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你的认真。